我们在做面食的时候，需要提前对面粉进行发酵，这样出来的面才有韧性。现在常用的蓬松剂就是泡打粉和酵母粉，但是很多人弄不清两者区别是什么。下面就和大家简单来分析泡打粉和酵母粉的区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泡打粉一种复合蓬松剂，由苏打粉添加酸性材料，并以玉米粉为填充剂制成的白色粉末。酵母粉是一种活性的有益菌，在有氧和无氧环境下都能生存，是一种天然发酵剂，无任何添加。其次，发酵时间不同，泡打粉发酵速度快，而且不受温度影响，而酵母粉在温暖的环境下会快速增殖，但是在比较冷的温度，酵母的繁殖比较慢，会很费时间。用途不同，泡打粉一般用来做包子、油条、蛋糕等面食，做好的食物非常蓬松。使用泡打粉食用量不要太多，一般来说1斤面粉放2-3克泡打粉就可以了。如果泡打粉放得过多，做出来的食物味道很怪的。酵母粉常用于做馒头、包子等这类发面食物。用酵母发面时，首先泡一下酵母粉，水温不能太高，稍微有点温度即可。如果水温太高，会把酵母给烫死了，这样就不能起到发酵的作用了。一般情况下，1斤面粉放3至5克酵母粉即可。酵母和泡打粉的作用。泡打粉的作用，泡打粉又称为发泡粉和发酵粉，主要用作面制食品的快速疏松剂。有些分香甜型和食用型泡打粉，是一种快速发酵剂，不仅发酵快，而且不易受温度、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，主要用于粮食制品之快速发酵。具体主要用来制作蛋糕、发糕、包子、馒头、酥饼、面包等食品。酵母的作用，酵母分为鲜酵母、干酵母2种，是一种可食用的、营养丰富的单细胞微生物，营养学上把它叫做取之不尽的营养源。除了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类以外，酵母还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酶类。有实验证明，每1公斤干酵母所含的蛋白质，相当于5公斤大米、2公斤大豆或 2.5 公斤猪肉的蛋白质含量。因此，馒头、面包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比大饼、面条要高出3至4倍，蛋白质增加近2倍。发酵后的酵母还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，可以保护肝脏，有一定的解毒作用。酵母里的硒、铬等矿物质能抗衰老、抗肿瘤、预防动脉硬化，并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发酵后，面粉里一种影响钙、镁、铁等元素吸收的植酸可被分解，从而提高人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。面团在发酵过程中，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，产生了面包制品特有的发酵香味，同时便形成了面包制品所特有的芳香、浓郁、诱人食欲的烘烤香味。因为酵母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几乎占了酵母干物质的1半含量，而且人体必须氨基酸含量充足，尤其是谷物中较缺乏的赖氨酸含量较多。另一方面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 及尼克酸。酵母能提高发酵食品的营养价值。酵母除了具有食用价值，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饲料使用价值。酵母和泡打粉可以一起用吗？泡打粉与酵母尽量不要一起使用。泡打粉是化学启发剂，有2种，一种是碱性的，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、碳酸氢铵；另外一种是复合的，主要成分是明矾和氨明矾。医学证明，明矾中含有铝，
用化学的泡打粉，特别是含有明矾的泡打粉，容易造成老年性痴呆、骨质疏松、心血管疾病等，是对人体有害的。现在，如果您要买泡打粉，一定要注意是否是无铝泡打粉，产品标签上有注明，泡打粉用多了容易使面团发黄。而酵母粉则是天然的成分，酵母是天然微生物，含有蛋白质、B 族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。一般我们发酵用的酵母粉大多为活性干酵母，是将活的酵母冬眠了、干燥了，在使用的时候加到面粉和有水的环境中，酵母再次复活，同时它会产生二氧化碳，这样使面团变得蓬松，同时也使面团增加了营养。虽然泡打粉和酵母能够一起用，但是同时用的话，面团容易蓬松的很大，使表面不光滑，而且可能会因为泡打粉的因素导致面团发黄。所以用酵母发面更安全，更有营养，尽量避免采用化学的泡打粉来发面。看到这里，有一些人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不能放得多一些呢？如果放多了的话，那这个二氧化碳还是会继续膨胀的，而我们放进去的这些分量本来就只是用来制作1斤面粉的，如果放多了的话，那么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就会把面团撑破，最终弄得一团糟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想制作出好的面包，就最好要注意一下这些比例，不然给自己带来的就只是麻烦。我们知道发酵后会产生二氧化碳，它是正负电荷不等量的一种气体，而小苏打也是一种这样的物质，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它也是一种 alkaline 碱性物质，可以和酸性物质发生反应，生成二氧化碳。所以小苏打可以安全食用。如果一次性放入过多的泡打粉的话，那么它也可能会对食物造成一定不好的影响，因为这个时候泡打粉中的更多酸会和食物中的成分发生反应，获得足够多的二氧化碳气体，这样一来，食物就有可能会非常有腥味。由于这一点，在添加泡打粉之前一定要掌握其比例，尽量避免因为投放不当造成的不良后果。总体而言，碱面、小苏打、泡打粉和酵母都是常见的促进面食发酵的物质，不同之处在于使用目的、用量、特点和注意事项。食用碱用于制作馒头、饺子和面条等面食，小苏打蛋糕、饼干、面包等发酵食品，泡打粉发酵速度快，常用于制作糕点、蛋糕。而酵母是一种微生物，需要温暖的环境和葡萄糖作为食物才能发挥作用。我们在使用这些物质的时候，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，以保证食品的口感和品质。关于酵母粉、小苏打的小知识都知道了吗？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哦。如果您知道更多的小知识，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